啊，你和自己的小伙伴啊、小女朋友、男朋友什么的合居一下也是可以的。你不让别人赚钱，别人为什么要服你呀？哇，我当时日文真的是不好啊，没有办法，就硬着头皮跟他说啊，すみません、日本語はちょっと下手です。中国語ができる方が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好，我说哇，日本語がとっても上手ですね。然后搞得我就是好像是真的一样。留学生在外要小心自己人，是不是？你的贴身衣物被偷，不是一个开玩笑的事情啊。就当じゃないですよ。嗨，大家好，我是程淑芬，欢迎回到我的频道。那我上一期不是发了赴日留学应该在国内做好哪些准备的视频嘛？然后那条视频得到了大家的喜爱和支持，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尤其是很多朋友啊发私信啊或者是留言给我说啊，这条视频真的是帮助了他很多啊，提供了非常多的有效信息，我真的是心里暖暖的，因为我觉得，哎呀，自己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然后能帮助到你们，真的是太好了。在上一期视频下面啊，有很多朋友给我留言说想了解一下在日本租房的事情啊，尤其是一个留学生啊，到底应该怎么租这个房子呢？所以呢，今天这期视频呢，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在日本租房。我有预感今天的视频内容会比较的长，最起码也有可能20分钟往上走吧。所以说在今天的视频开始之前呢，我想先和大家梳理一下纲要。今天这期视频呢，首先我想给大家聊一聊在日本这边可以租哪些类型的房子以及有哪些户型然后呢，再和大家聊一聊日本这边租房的费用组成是什么哪些地方要花钱以及手续呢应该怎么办。然后呢，再和大家聊一聊租好房子之后像是水电、瓦斯家具家电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应该怎么办然后在视频的最后呢，我将分为2个场景，一个是你在来日本之前就把房子租好，一个是你来到日本之后再租房子，这2种方案来给大家讲一讲该如何找房子，如何租房子。那老规矩，在视频开始之前，请大家一键3连，点击关注，お願いします。じゃあ，让我们开始吧。始めましょう。首先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可以租到什么样子的建筑类型，以及日本的户型都有哪些。那按照建筑类型可以大体分为4类，分别是 apart、mansion、tower 和一户建。那 tower 呢，通常都是指那种40多层楼高的那种高级住宅大楼，就是摩天大楼的那种里面通常都会配有健身房游泳池屋顶花园咖啡厅会客室这种。哎呀，总之除了一个死贵之外，没有任何的毛病。然后一户建呢，大家就很了解了，通常都是独门独户2层楼、3层楼的这么一个小平房那我觉得身为一个留学生来日本这边读书租tower和租一户建真的很少，反正我是没有看到是租这个的。那我们就来主要聊一聊留学生租的最多的 apart 和 mansion。那 apart 和 mansion 的优缺点各自是什么呢？那首先 apart 呢，它是木造的所以说它的隔音效果呢就差一点然后呢它的保温效果会差一点，冬天会很冷，夏天会很热。而且 apart 呢是没有门禁的尤其是1楼，你可能一开门面对的就是大马路没有门禁这个东西，如果你是女孩子独居的话，那我建议你一定不要选 apart。 那同时呢，在我后面提到的所有类型当中，女孩子租房一定不要租1楼。为什么呢？你在1楼洗完衣服晒衣服你的贴身衣物被偷，不是一个开玩笑的事情你不要觉得说这个东西好像是开玩笑危言耸听，不是一个开玩笑，是经常每天都在发生的你的贴身衣物被偷，就当じゃないですよ。偷窥狂这些痴汉很可怕的，我跟你讲。apart 呢，通常来说会没有电梯你自己要爬楼但是它不高也是的。但是 mansion 呢，它通常都是钢筋水泥造的于是它的隔音效果和保暖效果、保温效果就比 apart 要好很多了。而且呢，它1楼呢都会有一个门禁那住户呢是需要刷卡或是用钥匙才可以进来的，外人是进不来的通常呢还会配有像是监控的摄像头然后24小时的那个快递柜快递柜还是很方便24小时快递柜。最重要的是它有一个24小时的扔垃圾的那么一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在日本垃圾分类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那我个人觉得比垃圾分类更麻烦的就是你需要记每个星期的每一天是扔什么垃圾，然后按照它扔垃圾的日子，然后提前把垃圾扔到指定位置，真的是超麻烦。但是如果你住的地方有一个24小时扔垃圾的地方
啊，那你就不用管它什么时候收垃圾了啊，你什么时候想扔，哎，你什么时候把垃圾分类好，放在那个房间里面就 OK 了。而且我个人感觉啊，现在好像住在曼省里面，就是邻居之间的阿伊萨次啊没有这么的多了，就不像日剧里面那种大家好像搬家来还得送点邻居小东西啊什么的，就是我和邻居在外面。见到面啊，几乎是不说话的，也就是互相点个头而已啊。但是住我们10楼啊，有一个大阪的大妈非常的热情啊，每一次见到她在那个电梯里面见到她，都会和她小聊一下。然后她每一次见我和我聊天，都夸我说哇，日本語がとっても上手ですね。然后搞得我就是好像是真的一样，搞得我飘飘然的。那除了他之外呢，就是见到就是点头而已，所以大家不用太紧张。然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在日本这边都可以租到哪些户型啊？那日本呢，通常用像是 1R 呀、1K 啊、2LDK 啦这些数字加英文字母的缩写方式来表达户型。那这个数字和字母分别是什么意思呢？那首先数字呢，就是代表这个户型它有几个卧室啊，有一个卧室那就是 one 啊，有2个卧室那就是 two。那字母呢啊，分别代表的是2呢，代表的是 room， 也就是卧室房间，然后 L 啊代表的是 living room， 也就是客厅，然后 D 呢代表的是 dining room， 也就是餐厅，然后 K 呢代表的是 kitchen， 也就是厨房。比如说这个房间的户型，它写作 1R。那它是什么意思呢？那 1R 呢就表示啊，这个房间啊，它是类似快捷公寓这样子的啊，它只有一个大房间啊，它没有单独的厨房啊，没有单独的客厅啊，没有单独的餐厅，它就像类似快捷酒店一样，可能你一打开门就是一个小走廊啊，然后经过这个小走廊就是一个大房间了啊，你的房间就那么多了。没别的东西了啊，通常呢都会配有厨房，然后厨房呢有可能是靠墙的啊，在厨房和卧室之间没有任何的阻碍啊，就是那种相通的那种。然后呢，厕所呢通常呢也不是干湿分离的，就是这中间是洗漱盆啊，然后旁边是马桶。然后这一边是浴缸，这么一个比较小巧的厕所。那 1K 呢通常是指它除了有一个卧室啊，一个主要的房间之外呢，它还有一个单独的厨房，意思就指它这个厨房和卧室之间是有门把它阻隔开的，不然它就不是 1K 了，它就是 1R 了。然后呢，通常呢 1K 呢要比 1R 的面积啊就要稍微大出一点很多了。厕所是单室分离的，就是马桶啊还有自己单独的一个小房间。那像是 2LDK 呢，那就这个 2啊就表明首先这个户型它有2个卧室啊，它有可能是2个洋室，有可能是一个洋室和一个和室啊。洋室就是指我们中国住的这种卧室啊，就是放一个床在里面。那和室呢，它是榻榻米。我建议大家不要租带榻榻米的这个房间呢，因为大家对于榻榻米的养护啊是不是很熟悉的啊？尤其是梅雨季节，榻榻米还是很容易生虫子啊，然后泛潮啊、发霉啊。榻榻米万一出了什么东西，然后你退房的时候去赔这个榻榻米，价格还是蛮贵的，所以我建议留学生不要租榻榻米啊。然后再往后看，这个 2LDK 呢，2是指2个房间 ，L 呢是指它有一个客厅，有一个 living room。这个 living room 呢，它是单独划分出来一个区域，并不是说你从自己的卧室里面小结巴拉的那么选那么一个区域作为你的 living room，no 然后这个 D 呢，就是指 dining 这个餐厅，它呢同时还有一个区域呢是作为餐厅来使用的，通常呢是和厨房连在一起的。大家租的最多的、价格最合适的呢，差不多都是 1K。我觉得一个人住完全是够用了，甚至有些 1K 是可以允许2人居的。你和自己的小伙伴小女朋友、男朋友什么的合居一下也是可以的。如果你真的是想省钱想把这个性价比呢给打起来你可以去租1R也是不错的1R呢就只有一个房间，你可能你平时自己一个人做饭也做的不多。然后我们来聊一聊呢，在日本租房都需要支付哪些费用。那说到费用在日本这边就要说到一个词，那就是头金，也就是你在日本租房所需要支付的初期费用。那这个头金呢，通常都包含第1个月的房租和管理费，然后还有押金。然后还有给欧亚桑的礼金，这个礼金呢，就是为了感谢欧亚桑把他的房子租给你，而一次性付给欧亚桑的无法
在退房的时候拿回来的这么一笔钱，啊，就是给房东的大红包啊。这个礼金这个东西，我真的是有一点点费解哈，因为我租你这房子，我又不是不付你房租啊，对不对？你定多少房租，我交你多少房租，我还得谢谢你给我这个交房租的机会，我还再给你一笔大红包。而且通常这笔大红包有的地方真的是比房租都要高，都已经超过你1个月的房租了，这个礼金的价格很夸张的啊，头金真的是不是盖的。但现在呢，越来越多房子啊都是不需要礼金。那除了头金之外呢，你在日本租房子啊是要交1次2年的火灾保险。它虽然叫火灾保险，但是它就是相当于是各种自然灾害的保险啊，也保地震。比如说，如果你家地震了啊，你的电视倒了啊，摔坏了，或者是因为地震啊，什么东西把地板给砸坏了啊，这个火灾保险也是赔付的。所以大家在签完火灾保险啊，一定要把这个火灾保险的这个条目啊仔细的读一读。然后呢，因为大家是留学生，是外国人，在日本这边租房啊，你是要去找保证公司为你担保的。那保证公司呢，差不多也会从你这儿再收取1个月的房租。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跑路了啊，那房东呢是需要找保证公司去要这个房租的啊。保证公司呢也是按照法律规定啊，是要因为他替你担保，也要他替你去付这个房租。然后除此之外呢，在日本这边租房子你是绕不开中介的。那除非你找中国人房东啊，可以就是说，哎呀，不走这个法律程序啊，私下里去签租赁合同去租这个房子。因为在日本这边法律规定啊，房屋的租赁是一定要通过有资质的中介去完成的。而且呢，我不太推荐大家找中国房东进行直租啊，因为怎么说呢？前段时间我在我们群里面看到一个新闻啊，就是有一个女孩子，她租的是中国房东的房子。那个房东呢，买这个房子呢是想做民宿用的，然后因为疫情呢，游客少嘛，他又把这个民宿呢作为长租出来啊，租给留学生。但是最近疫情不是好了嘛，好多游客都进来了，他又想把这个房子呢要回去，再改成民宿啊，他就给那个女孩子呢退她押金，再赔她1个月的房租，让这个女孩子搬出去，把她赶出去啊。你再赔她1个月的房租，那搬一次房子再付1次头金啊，找房子啊，然后你的银行卡啊，你这些所有东西啊都要再去登出信息啊，超级的麻烦啊，真的是这样子。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呢，就是真的是有必要就不要去找中国房东去租，就正儿八经的按照法律程序啊，一步步来的租房子啊，能双方的进行约束啊，双方的权益啊都可以得到保证。那我租完房子之后，怎么去开通水电、瓦斯和网络呢？其实水电、瓦斯都很好开通，因为你在租好房子之后，签完合同之后，你会从中介那里得到非常多的材料，那其中就有这个公司这个管理公司它推荐的开通水电瓦斯的公司的电话号码大家只要打这个电话号码去联系开通就可以了，线上就可以开通那如果你觉得你日语不够好，你就拜托你的中介小哥帮你去打电话做这个开通。那有点要注意是呢，瓦斯是一定要预约公示，他上门帮你检修帮你开通的它是无法像电水这样的东西，你打个电话就帮你开好了，可能打完电话2个小时之后就可以用了，对不对？那网络应该怎么开通呢？网络是一个非常非常麻烦和复杂的事情。你要开通网络，首先你要去公司选择套餐申请开户，申请完开户要等它的审核等它的审核通过之后呢，还要预约公示，让工人上门安装上门之前你还要问清楚自己的管理公司，你这个公寓楼支持哪些网络就单提一个预约公示，你都是预约1个月都不一定能预约得上尤其是你临开学或者是临转职这个高峰期你1个月都预约不上的你新来到日本你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你都不能使用网络。所以我这里强烈100%的强烈建议大家租房子一定要选包含网络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房租里面已经帮你包含网络了网络是开通好的，你拎包入住的时候就可以第1天有网络就可以用像这样子的房子通常它都是在墙里面内嵌了一个无线路由器
啊，你来到之后呢，看一下上面的密码，直接输入就可以用了。然后呢，就是家电和家具。日本这边你租它普通的房子啊，几乎都是没有家电和家具的。家电的话，它就只有像是热水器啊、空调啊、煤气灶啊、电磁炉啊这些，它嵌在墙里或嵌在台面上无法移动的这么一个电器啊，什么冰箱、洗衣机、微波炉这些都是没有的啊，更别说电视了。家具也是没有的，它连床也没有啊，一个板凳、一个桌子都没有，你就是那么一个小空房间啊，这些东西都需要你去搞。大家如果要买家电的话呢，推荐大家先去家电行，比如说 Bico Camera 或者是 Yodobashi 去看一看啊，挑挑款式，挑挑价格，然后回家之后呢，可以上亚马逊进行比价，在亚马逊上面买，亚马逊价格还是蛮 OK 的，而且你在亚马逊下单的时候呢，就可以预约上门送货、上门安装啊，小哥上门咔咔给你装好，价格也很合适，200-300日元就给你装好了。而且装完之后呢，他还会帮你把纸箱子啊、泡沫壳啊这些所有垃圾啊再帮你带走啊，你都不需要垃圾分类，不需要自己扔了，非常的方便。那然后呢，就来到了我们视频最重要的地方啊，我将按照2种方案，分别是在来日本之前就把房子租好，以及来到日本之后再租房子这2种情况，和大家聊一聊应该如何去租房子。首先先来说各自的优缺点吧。那来日本之前把房子就给租好呢，这个优点就很明显了啊，它就是主打一个安心，对不对啊？我一下飞机，那我就有地方去住啊，有地方去睡觉。那缺点呢，就是说你无法自己实际的去看一看房啊，无法在周边的环境去走一走，可能你对这个房源信息啊不够了解。那其次呢，支持你在来日本之前就可以租的房子的方圆呢有限啊，你可能挑起来呢没有这么多的选择性。如果你来到日本之后再租房子呢，优点啊就是说，第一，你选择非常的多，选择非常的广啊。第二呢，就是说你可以实际的去看一看那个房子啊，去在那附近的那个社区啊走一走啊，自己去体验、去感悟一下，你到底想住在哪一个区域啊？附近有没有大超市啊？方不方便买菜啊？然后你这个住的地方啊，离地铁站啊到底是有多远啊？步行需要多久啊？这些东西啊，你都可以自己很实实在在掌握好。那在落地之后呢，你还要再先解决你的临时居住地的问题。好，首先我们先来讲第一个方案，就是来日本之前就把房子租好。怎么租呢？有3种方式。那第一就是申请学校的宿舍，也就是寮。第二呢是去租 share house。那第三呢就是通过海外审查去租房源市场上的这些房子。那我们先来讲第一个，学校的宿舍，也就是寮。那很多大学的寮啊其实是蛮难申请的，因为寮的价格是很便宜的啊，大学的寮语言学校另当别论，大学寮都是很便宜的，很难申请啊，甚至有的都需要在线抽选，能不能抽到你啊，纯属看脸的啊。然后有些宿舍啊只允许你住1年啊，第2年你就要搬走了，因为他要把这个住寮的机会啊留给更多的新生。然后语言学校的寮呢，大部分都是外包出去给管理公司去合作的啊，就是学校呢，实际上它并不管理你这个寮啊，它可能只是帮你做一个担保，也有可能呢说你这个学生宿舍这个寮呢，不仅仅是你一个语言学校的学生在住，有可能是你这个票区内的其他语言学校的人啊，大家都住在这个地方。然后呢，也会有多人间，也会有单间啊，选择也是蛮多的。那优点呢，就是说因为大家都是你每天抬头低头见的同学，所以说比较容易交到朋友啊。有些寮呢，甚至还是包个1日3餐的啊，给你提供保姆式的服务啊，吃饭你都省了。那缺点呢，就是哎呀，这个东西呢，它参差不齐啊。它有的学校呢，它的寮的确是蛮好的啊，事儿也少啊，管的也不错。那有些学校聊啊，真的就是纯的坑钱啊。比如说因为大家都是留学生啊，他就给你提供的服务和市场内提供给日本人的那种服务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他区别对待你啊，或者是说他限制你的最短的居住时间啊，必须强制你住满2年，不然就扣你所有的押金啊，这些东西都有可能会发生。那这个东西怎么避坑呢？我觉得避坑的方式就是大家去自己学校找前辈们去问一问，住在寮里的实际体验如何问清楚再去租。那第2个选择呢，就是去租 share house。那什么是 share house 呢？ share house 有点像我们国内的自如或者是青年旅社，通常都是一个比较
大的2层楼或者是3层楼的一户建，然后把它隔成一个一个的小卧室啊，大家有自己独立的卧室，但是呢，共用卫浴啊、厨房啊、客厅啊这些东西。然后呢，大部分呢都是单人间啊，少部分的房间好像也有双人间或者是上下铺那一种。然后呢，它是家具家电都是齐全的啊，你直接可以拎包入住啊，甚至有些 share house 呢还会帮你买新的床单啊，这些床品帮你放好。我在读语言学校的时候，我身边的欧美的同学啊，几乎清一色全部都是在住 share house， 好像在他们欧美圈真的是比较常见啊，比较热门的一个选择。那比如说我的好闺蜜子，我的好闺蜜啊，是一个意大利的女孩子啊，她就是一住就是住的 share house。然后去年啊，在大阪的那个电川花火大会的时候呢，她就邀请我去她的 share house 的顶楼去喝喝小酒啊，看看烟花啊，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去她的 share house 逛过啊，她那个房间吧不算大啊，是上床下桌那种设计。然后除去桌子的宽度之外，差不多可以横着站2个胖子，也就是2个我的这个宽度，不是特别的宽广啊，但是我觉得一个人住啊完全是够用的。然后据他跟我说啊，因为他每一层楼都有淋浴间啊，然后厕所，然后也有洗衣机和烘干机，所以说早上高峰期的时候呢，几乎是遇不到排队的情况。那 share house 的优点呢，就是价格真的是实实在在的，相对的非常的实惠，因为它初期的费用真的非常的省，只需要你付押金啊、房租还有共益费就可以了。不需要你付礼金啊，也不需要你去乱七八糟的是保险啊、保证人啊这些东西都不需要啊，真的是非常合适。那这个共益费是指什么呢？共益费就是他收取你一笔固定的水费、电费、瓦斯费和网费啊，然后你就可以随便使用了，也就是包水、包电、包网的。同时呢，它还可以支持短租啊，我按月去交房租，按月去租这个房子。因为日本这边有些房子啊，你一签都是2年，一签都是1年的。你提前退房的话，它是要扣你押金的啊。share house 不同 ，share house 可以1个月1个月租。那 share house 有一个特点呢，就是通常住在 share house 的人呢，都是来自全球各地的年轻人。除此之外，还会有很多的日本人选择租 share house 来居住。所以说住在 share house 啊，你会非常轻易的交到很多的朋友，体验到大家不同的文化。那缺点呢，就是它附加了社交属性啊，有大家公共使用的区域，所以说你就要迁就别人。那如果你是一个无敌大社恐的话，那你可能每天就是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出来了。然后呢，我们来聊一聊在来日本之前就把房子租好的最后一个，又是第3个选择，走海外审查。那什么是海外审查呢？那其实甭管你是人在日本租房子还是在来日本之前就租房子你在租房子的时候呢，它都会对你的个人信息进行审查。那海外审查呢，就是指这个房客人还在海外的时候就可以去审核这个房客的信息，把这个房子租给他，提前收取房租，然后等房客入境的时候再去补签租房合同。那听起来是不是很方便呢？但是有一个问题首先在日本的房源市场上面愿意租给外国人的房子就要刷掉一大批了那愿意租给外国人的同时，又愿意支持海外审查的，那又要刷掉很大一批了。就是说有比较少的房子是可以支持海外审查的。通常来说，支持海外审查的房子呢，大部分都是管理会社自设的房子。管理公司就相当于我们国内的物业，就是说这个房子是物业自己把一栋楼买了下来，然后租给了你，同时它还作为物业来服务你。而且呢，通常支持海外审查的房子的房租价格会比普通的房租要高那么一点。那我之前也提到过，在日本这边租房子呢，你是避不开中介的那尤其是日本的中介，他对于走海外审查这个流程不是特别的熟悉。所以说，如果你想在来到日本之前通过海外审查去租房子的话，那么大概率你将会需要找一个中国的中介。那说到这个，大家肯定就是听过一句话就是留学生在外要小心自己人，是不是？哎呀，其实我觉得这句话呢稍微有点偏激，有一点就是幸存者偏差的那么个感觉。因为
我的那个中介小哥就是个中国人啊，我觉得他挺好的啊，我最后和他聊得还蛮不错的，请他吃了个饭，然后他还帮我省了那个中介费，1分中介费都没有收我。然后那个时候我刚入境日本啊，语言什么都不通啊，他还带我去区域所登录住址啊，带着我办国民健康保险啊，帮我减免那个年金啊，特别好一小哥。那当然了啊，坑人的中介肯定也是有，那日本中介也是啊，坑了不坑那不是都有吗？对吧？所以我觉得大家在租房子的时候呀，如果真的是要和中国中介打交道嘛，胆大心细啊，不懂就问啊，主要呢要注意一些捆绑相授啊，大家可以货比三家一下啊，比如说保证公司，你要在我这租房子，你必须走我推荐的保证公司，那可能就有一点点问题了啊。那就要看看他这个保证公司，口碑怎么样，上他的官网去看看他的收费怎么样啊，和同类型的保证公司相比，他是不是收费太高啊？那有可能是和他有合作，他有返点啊。我觉得别人给你提供服务，别人赚你的钱是非常正常、非常正向，也是非常可持续发展的一件东西。你不让别人赚钱，别人为什么要服务你呀？那走海外审查，他都看你具体的哪些资质的。我当时走就是海外审查，租我现在这个房子。我当时人还在中国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日本的小哥哥，一个国际长途就电话打给了我。哇，我当时日文真的是不好啊，没有办法，就硬着头皮跟他说すみません、日本語はちょっと下手です。中国語ができる方が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然后呢，他说呢，稍等一下，他去找一个会中文的员工来和我聊天。所以说大家不要担心啊，通常走海外审查都是有会中文的员工的。然后呢，问一些简单的问题呢，就算是通过审核了啊。通过审核之后呢，大家再和自己的中介联系啊，再去签下一步的手续就 OK 了。那如果你想来到日本再租房，应该怎么去找房源，怎么去租房子呢？首先分为2种情况。第一，如果你已经确定了自己想要居住的区域，也已经确定了自己想要住在哪个车站的附近，你就直接去那个站、那个区域去找当地的房屋中介，直接进门和中介小哥哥去说你要在这边租房子，因为他们是对这个所在片区最了解的，通常都会配一个小汽车开车带你去看房，然后哪里热闹哪里方便都会给你讲得很清楚，都会给你推荐。如果你碰到不错的中介小哥，他甚至会帮你和欧亚桑去谈房租的价格，可不可以有一些优惠？那如果欧亚桑不愿意租给外国人的话呢，他为了促成这一单，他也会努力的去帮你劝说欧亚桑去租给一个外国人。那当然中介费通常来说都是不可以谈的了。那如果你还不知道自己想住在哪个区域想自己去找一找房源那我建议，那我这边呢推荐大家2个 APP， 一个是私募，一个是 Homes。这2个 APP 可谓是日本租房领域的这个各占半壁江山。那在这2款 APP 都可以按照所居住的区域所居住的车站距离车站的距离所居住的户型是不是包网是不是免礼金免押金这些东西都可以进行筛选。那我最后来聊一聊给大家的建议吧，好不好？如果我再来一次留学的话呢，我会提前在国内租好 share house然后住在 share house 里面，再慢慢的在日本找房子住。在你刚来日本人生地不熟的时候住在 share house 非常的方便，而且现在的 share house 呢也有那种装修非常豪华、非常漂亮、非常青年化的那种设计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大家呢通常是来这边读语言学校，对不对？那下一步呢，有可能是要就职有可能是要上大学，有可能是要上大学院。那在你的就职的公司的位置没有确定之前在你在上哪个大学都没有确定之前，我觉得你去长租一个房子然后没有家电没有家具，你再去配齐家电家具。那如果到时候你入职了公司呢离你住的地方非常的远如果到时候你上大学了，你甚至都是比如说你在东京读书上语言学校，然后你去大阪上学你去北海道，你去冲绳上大学，那你再搬家你怎么办呢？你这些东西又搬不走，那不就是扔吗？对不对？而且临时退房的话呢，更会收取你的押金。所以说我觉得大家来到日本之后在你没有稳定下来，这个稳定下来比如说
大学4年的时间啊，或者是你已经工作了，拿到工作签证了，在你没有稳定下来，不要去固定的长期的租一个房子。那今天视频的内容差不多就到这里了，还有什么疑问的内容，如果我是突然想起来的话，我就在下方给大家留言吧，好吗？那大家如果还有其他想知道的关于在日本留学的一些事宜呢，请大家还是在下面留言，我看到呢也会回复大家的。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またね。